我家这是被入室抢劫了？你制冷不行，土破烂倒是挺积极。啊，你又来！行，你不是能往外吐吗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还能干啥！水。将军，是清水，真的是干净清水。赤灵关有救了。将军府出水了，快去接水！半年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喝不到干净水了。若贵后真有人相助，请再救赤灵关一次。喂，沈小姐，您家是不是水管坏掉了？水表疯狂跑量，整整跑了1天了。你到底是冰箱还是地下河啊？水能跨时空送过去，那吃的呢？能不能送过去？还真没了，真能传送。啊，这是米饭，是正经熟米饭，有油，有盐，还有肉味。将军，这是热气腾腾的熟饭。肉是熟肉，真正的熟肉，是贵姓恩人特意赐给您的。送去伤兵营，全数分给伤兵，剩下的一半分发中年幼孩童。将军，你也得吃。我还能战，可重伤的士兵、挨饿的孩童，他们等不起。将军仁义。吃我的东西，还敢弄脏我的地毯，胆子挺大。行，你能吞是吧？我今天让你吞到撑。将军，这里面有肉，是实打实的肉，甜的。这个东西居然是甜的！我等只要尚有一口气在，死守城关，静待元粮抵达。这下总该安分，不会再折腾了吧？爹，我不喝粥了，我再也不喊饿了，别把我交出去！你舍不得他，就让这条巷子的人给他陪葬。将军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护住我这孙女儿。我拼死守住了城墙，守住了城关，可我快要守不住城里的百姓了。贵后恩人若能听见，萧兆涵以赤灵关守将之名立誓，此生只要我尚存一息，绝不弃城半步。若我为一己私命，舍弃城中军民，愿此身埋骨黄沙，魂魄永世不得归乡。你又往外吐东西！我昨天才刚请的保洁打扫。10万个人，整整10万百姓，真的在等死。我能救他们1天，能救10天，可我能救一辈子吗？我持续攻击，他们是不是只会一味等待，永远无法自救？她一个黄毛小丫头，凭什么独占公司股份？她爸妈都不在了，一个小姑娘撑不起家业，不如把钱交出来，免得迟早败光。沈之宁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识相点儿。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也不是妖怪，我叫沈之宁，栀子花的栀，安宁的宁。你们那边若是赤灵关，就把城中最紧缺的东西写清楚，我是所能及的，一定会帮。还有，别再往我家冰箱扔带血的东西，真的很难清理。将军，贵子又存宝物了。我不是神明，也不是妖怪，我叫沈之宁。可于绝境赤灵关万万居民而言，它也是唯一的生路，唯一的救赎。10万人，一人1天2个馒头，就是20万个，还有米面盐、药品、桶装水，样样都不能少。这哪里是临时救急，这分分是养一整座城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要是饿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哇，我的小钱钱攒了这么久的积蓄啊！什么东西？他们这是给我打款报销了。是真的，全是实打实的真金古玉。早说能报销啊，我刚才白心疼了。
放心，赤灵关这座城，我帮你们养定了。资金问题暂时彻底解决了。等着我，今天一定让你们吃上一口热饭，饱饭。将军，是热的，是刚出锅的热馍。这里面有肉酱，不是肉汤调味，是真真切切的肉块。将军，您连日空腹，快先吃一口垫垫身子。孟伯，你年纪最长，先吃。老奴活了60余年草根，守城时喝过冰雪泥水，从未这般松软白净的白面，甜的，这白面是甜的。多谢沈姑娘救命之恩。所有吃食运往军营空地，按名册有序分发，老人、孩童、伤兵优先。末将明白。每人标配2个白面馍，1个肉酱饼，1袋精水，严禁哄抢私藏，违者军法处置。是。我活到这把年纪，从没见过这么白的面，更没想过能吃上一口热的，是肉味儿，真是肉味儿。娘，我还以为我再也吃不到饭了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将军府流出的油纸，府里明明有粮有肉，却只分过这点东西。他们私藏粮草，让我们跪着等死。凭什么将军府吃香喝辣，我们只能啃半块饼活命？将军府无私粮，今日所有吃食尽数按人头公平分配，所有人退回派列，有序排队。你们抢了我们的饭！将军，我们不是戏意闹事，我们是真的快饿死了。将军，您今日就算杀了我们，我们也只是想求一口饱饭啊！沈小姐，您要的20万份白面馍，最快10天才能出货。仓库线货口极大，实在凑不齐。10天，那边的人连3天都撑不住，根本等不齐。目前只剩200袋大米，50袋面粉现货，下午可以准时配送。10万张嘴等着活命，等10天，人早就撑不住了。水不能断，粮食不够就熬稀粥，先保住所有人的命。先把这些送过去，不许卡顿，不许出故障，不然直接断电。还能整袋传送，比货车运输还高效。将军，是粮食，贵州恩人又送救命粮来了。将军，来水了！贵州恩人送水来了！将军，还有米面补给。恩人留言，下午还有200袋米，50袋面粉送达。1个时辰后，将军府后门放水，按队取，不限量。所有人听好，1个时辰后到将军府后门排队取水，老人、孩童优先，谁敢哄抢滋事，军棍严惩。他们无人知晓，这解围救命的粮与水，来自2000年后的一个姑娘。成哥，那么多米啊，还有面粉，抢1袋够咱们吃好些天了。抢？你忘了昨天那个闹事的怎么被拖走了？萧将军真敢杀人，他要是拔剑，咱们全跑不了。可那是粮啊，咱们再不吃也得死。我听见了，他们都说将军府里有仙柜，水和粮都是从柜子里来的。贵中恩人，世上真有这种事？刘三，你带2个人去后门盯着放水。那你呢？我去军营，看看能不能混一碗粥，也看看那贵中粮到底有多少。志宁，可算找着你了。你最近躲什么？家里人都担心你。沈家平，别挡路。这就是你堂妹，不错，比照片上还漂亮。你谁？梁总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一个女孩子守着那么多股份有什么用？嫁过去，沈家也能安心。小姑娘，你把她哄高兴了，你家那点麻烦我帮你摆平。你们脑子进水了？这事由不得你。二叔那边已经点头了，你名下股份当嫁妆，梁总那边彩礼也谈好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卖我？都松手！警官，误会，真是误会。我们就是带他去相亲。相亲需要2个人架着往车里塞。她是我堂妹，我替家里管教她。我已经成年，他没有任何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路人都拍到了，他们刚才还说要拿我的股份当嫁妆。带走。轻微脑震荡，还有几处皮肤擦伤。
给你一条新闻：瑞丰建材梁总当街强拖年轻女性，疑似为侵占股权逼婚。视频、伤情证明我都有。想看什么？玉器在左边，钱币在右边。老先生，我想知道这东西的来历和大概价值。这纹路不是周制，不是汉制，这铭文赤灵监造。您认得赤灵？你从哪儿听过赤灵关？赤灵关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，正史记载很少，赤灵王朝只存在了几十年，毁于边患，几乎大蒿。很多学者都怀疑它只是地方传说。萧兆涵，赤灵末以2万残兵，16岁北蛮30万铁骑，朕是当时最年轻的镇北侯。20岁，他现在才20岁。可惜，记载里说赤灵关最后还是断水断粮，满城死守，许多东西都毁了，所以这类实物才会这么珍贵。这只金耳杯，您能出多少？2个亿，这还是我保守说。不够。送拍，2个亿只会更高。我有一对。5个亿，我出5个亿。不，若请专家一起看，价格还能往上。这是赤灵官造工艺，绝非后世仿品。沈小姐，这对金耳杯我们管收，您开价。6亿5，现款，今日到账。成交。这些钱能买多少粮？能让赤灵关撑多久？沈小姐，您还有赤灵文物吗？管理高价全收。以后再说。周老板，你仓库所有粮油我全要。全要？几10万斤货啊！联系周边所有粮油行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今日全送到我郊区仓库，钱不是问题。萧兆涵，史书说你20岁战死赤灵关，可我知道你现在还活着。粮、水、药、工具，我全都给你，你一定要撑住。申志宁，赤灵关记得你。将军，米面到伙房了，下午还有大批粮车抵达。传令，今晚加餐，每人2个白面馍，1碗稠粥，上饼另加肉酱饼。谢将军，谢贵州恩人。青菜、土豆、红薯、南瓜、玉米、胡萝卜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今日装车优先。几十吨菜，10万人省吃仅能撑几日，但至少不用再啃树皮。这些全都要，全要，打包。萧兆涵，我能给的全给你，剩下的看你把他们变活路。将军，昨夜又恶魔20将军，不是战死，是站不住了。北蛮城外叫骂，弟兄们宁愿战死也不愿饿死。再等，沈姑娘不会骗我们。将军，虎房有肉汤面、白面馍。这真是给我们吃的。恩人的水还在流，粮已到，从今往后不再啃草根。死守赤灵，死守赤灵，死守赤灵。申志宁，你把他们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到点，该送下一批了。回信这么快了？啊，这效率比物流专线还狠。您倾诉防溃烂，伤兵也能活大半。有图有步骤，士兵都能看懂。小沈，你搬空菜市场了？捐哪儿的灾区？很远很远的灾区，够大。这不是传送，这是直接清仓啊！爽，比打折抢购还爽。听说贵重恩人要送青菜，我们多久没见新鲜菜了吧？赤灵关10万军民恭迎沈姑娘赐粮。娘，是南瓜！这可是菜，新鲜的菜，还是硬的。
你送的不是菜，是赤灵关的命。死守！不派兵不送粮，让我们等死！2万残兵对30万北蛮，这是拿我们赌刀！京城不救，援军不来，我们就靠自己！医院怎么算的？10万人，这点粮只够省得上身体。他们连大锅都不够。这神铁照人不剜，化了大刀能破北蛮铁甲。将军，这材料打成刀，战力能大涨。北蛮男刀都没这量，这是神铁啊！沈姑娘说的明白，这是锅，不是兵刃。每日2餐，粥里加菜，伤兵加盐，能吃干饭就不许只喝清汤。每日2餐，还能有菜吃？愿为赤灵，为沈姑娘，死战到底！这真的是给我们的！我长这么大，梦里都没见过这么多肉。将军，西校的物资车队被流民围住了，上百流民拦路，李守将军被困，和陈将军断后，好几个弟兄都受伤了。所有人跟我去西巷。将军，这些饭菜怎么办？带上，伤兵和百姓都能吃。把粮留下，把水流染，你们就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。我知道抢粮是大错，可我孩子3天1口米汤都没沾过，求你赏他一口吃的，求求你们了！将军，他们全都饿疯了，就算刀架在脖子上，这群百姓也半步不退。都住手！将军，我认罪，可我儿子正宿醉，求你让他吃一口，杀我都认。他真的3天没进食了，他才5岁啊！聚众抢粮，一律不杀，但罪责绝不赦免。所有参与抢粮之人即刻押往军营登记。明日起，搬粮、挑水、修缮城墙，全员以功抵罪，赎罪立身。孩童与体弱病患，即刻送往后巷招棚，优先喂食温粥，先稳住身子。传令，将军府后巷即刻架锅煮面，今夜3口大锅同时开火，所有移民人人1碗热面，管饱暖胃。是，末将遵令。我将军府里有的是存粮。今晚聚集闹事的这些饥民，是你刻意喊的。我给你1晚时间考虑，跟我干，明日之后，你就是赤灵城里最风光的人。程爷，赶紧答应他，天亮之前你不点头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将军，老身无以为报，没什么值钱东西能答谢恩情。他已然离世，求将军收下，替我们好好谢谢沈贝妹的救命之恩。这是我家仅剩的止血药草，不值什么钱，却能应急救人，恳请恩人别嫌弃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旧书页，若是贵重恩人识字，还望不要嫌弃粗弱。我们无粮无钱，只能拿出这些宝礼聊表心意。求将军替我等向沈姑娘谢恩。好，我必定亲自替你们送到。沈姑娘，今夜开锅救民，城内饥民乱世暂止，百姓无以为报，尽数献上随身旧物，聊表感恩。另，城中有人暗中煽动饥民作乱，心怀不准，疑似蓄意夺粮，赤灵关内已生内患。将军，它亮了，这块板子自己亮起来了。这是活人在盒子里动，并非人在河中，是沈姑娘将域外先进技法建设良方，尽数留存赠予我赤灵。域外之人衣着简朴，却身怀绝技，能铸造出比我赤灵城墙更坚固的工事，实在惊人。若是这些法子尽数落地，普及全军全城，我赤灵关必将焕然一新。这绝非寻常器物，是一本能观、能学、能用的活态天书，是我赤灵天大的机缘。沈姑娘，此物可照影传法，授人意义，
赤陵居民受益匪浅，天大安恨，无以为报。将军，属下查实，奴才就是北蛮潜伏的兔子，今夜密谋带人打开西城门，接应北蛮大军入关偷袭。来得正好，他既然主动开门迎敌，我便顺水推法，让他亲手将北蛮大军送入我们的陷阱之中。将军的意思是，西城门照常打开，放任敌军入关，但所有踏入关内的北蛮之人，一个都不准活着出去。沈芷宁，你把你堂哥害进派出所还不知悔改，今天不去撤案，你半步都别想离开这里！赶紧下车！一家人的私事闹到警局，你就不嫌丢人现眼？他们倒是敢想，简直得寸进尺。你敢开车撞我？你们恶意拦车造势，我直接报警处理就行。你别忘了自己姓沈，老太一句话就能彻底赶出沈家，让你无家可归。沈家？你们以为我稀罕？这些年你们住的房子、开的车子做启动资金，全都是我父亲出资帮扶，欠调录音，完整转账流水，我全部留存，证据齐全。现在立刻让开，我只当你们是口舌之争，无理取闹，继续拦路滋事。我明天直接委托律师，全额起诉追债。狼没人性的东西！你爸是我小叔子，更不就是你的父亲？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女！沈芷宁撞人了！物业调北门监控，有人在我车前碰瓷，我车没撞到他，监控保存好，后续我会让律师联系。先买物资，赤灵关那边不能断。离婚不离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当年账，现在轮到我来算。姑娘，买点什么？这些有多少我要多少，全要，全要，马上装车。柚类每样20袋，大米、面粉各50袋，袋装盐也要。没问题。还有别的吗马用精料100袋。100袋？姑娘，你这是养马场进货，急用，别耽误。都别愣着，搬货！这些盐砖送你，喂牲口能用，以后还要货，直接找我。谢了。肖兆涵，收到了就赶紧用。继续。沈姑娘，粮什么时候到啊？来了，粮来了！快下锅！慢点喝，有了，有粥了。将军，沈姑娘又救了我们一次。赤灵关不能辜负她。将军，早上施粥用了30袋米，如今库里只剩20袋了。军营这边也撑不了太久，战马已经5天没吃过饲料了。将军，百姓昨夜就开始排队，若下一锅粥接不上，只怕又要乱。
再等等，他一定会送来。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沈志宁。将军，是沈姑娘送来的，是马料，上等的马料，战马有救了！这里头全是好粮，马吃的都比咱们以前吃的军粮强。多谢。将军，这若是真的，西城墙就能补上了。准备接收你和石灰，城墙今日就修。糯米浆需熬浆，与石灰沙土调和，可用于加固墙体。50多袋糯米，将军，够不够修西城墙？不修全城，只补最薄弱的一段，够了。北蛮再用壮木，就没那么容易撞开了。城墙下库房还有多少石灰？300余丈，原本是旧年修墙剩下的，全部调出来。能动的士兵、百姓都去城墙下。今日熬糯米浆，连夜加固城防。末将这就去。水、粮、法子，他都给了，剩下的该我们做了。娘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修墙，守我们的命。沈姑娘不只给了粮，也给了赤灵关守下去的办法。她送来了水，送来了粮，也送来了修城的法子。有这些，赤灵关就还有守住的可能。每日2顿，还有菜和汤，不是清粥，是米饭，写的是白米饭。我从军这么多年，白米粥都没喝过几回。传令，将军请吩咐。马房的人把所有战马养起来，等他们标足礼状，就带出去绕北蛮营一圈。将军是想引他们的马？北蛮马饿得站不稳，我们的马若养起来，自然有办法把他们的马勾出来。末将明白，到时候咱们不止守城，还能添一匹战马。石灰到了，这就是沈姑娘说的运货车。比赤灵旧库里的石灰细太多了，难怪沈姑娘说能修墙。送回去。不用马，不用牛，却能载这多东西。将军，有了这个，运粮运石灰能快1倍。将军，这全是铁做的。
将军，我来试。小心！动了，他真的动了！这比人行快太多了。先调10个人学会，明日开始运粮、运石灰。将军，这车比推车手力多了。有这些车，粮和石灰都能快些送到城墙。先把今日要分的物资送完，剩下这些给每位副将家中各送1份。将军，不可，军中余粮本就不多，昨夜您分给我们的饭食，家中已经吃过了，如今粮紧，还是留给士兵吧。按您定的2餐标准，今日就要消耗近100袋大米，若下午粮不到，明日就断了。我信沈之宁。将军，今日消耗太大，若沈姑娘那边慢一步，明主军中就只能减餐。拿着。将军，我们不能拿。你们随我守城，连家里人一顿饱饭都顾不上，是我这个主账无能。粮的事，我来担。沈姑娘既然答应，就不会食言。末将愿死守赤陵，不负沈姑娘。将军，叶巡抓到几个奸细，想从北门偷溜出去，给北蛮报信。人呢？都要毒死了，没留下活口。赤陵有粮有水的消息，恐怕已经漏出去了。若北邙知道城中不再缺粮，一定会提前攻帐。那就让他们来。将军，探子回报，北蛮营中已经有动静。若他们知道城中有粮，必定会倾兵来夺。城墙还没修完，兵器也缺。正为如此，末将才担心。传令，全军戒备。城墙巡逻加3倍人手，修墙的日夜流换，3日内必须把主墙补上。是。从现在起，士兵令官不许再露出1个字，发现可疑者先扣下再查。是。沈之宁，这一回我们要把他们挡在城外。有粮有水，可兵器还是旧的。若北蛮倾巢来攻，2万残兵未必撑得住。将军，是沈姑娘送来的煤炭。这是什么铁器？这么多，全是从那儿中来的。去叫铁匠。这不是普通铁料，太硬，太硬了。将军，这是好钢，比赤陵最好的军铁还强。又不见他偷打了，好头也能换新的。将军，有煤有钢，铁匠铺今日就能开炉。去办。末将这就集集全城铁匠，多招些人，凡入铁匠营，每月发大米、面粉和蔬菜，打造期间管2餐。将军，给铁匠这么高的待遇，城中百姓怕是都要来报名。愿意做事的人越多，赤陵越有活路。萧兆涵，这回应该够你们撑一仗。小沈，你买这么多米面也就算了，怎么连砖头水泥都要？南方发水，我准备捐一批物资过去。你这孩子有心。我先去吃饭，下午再过来帮你盯着。好，辛苦杨伯。沈小姐，以后要粮直接找我。您这次买的痛快，我也给您调货痛快。那我还真有下一单。
沈小姐，我在粮油这行干了10几年，几千袋米不算事儿，几万吨只要给时间，我也能调来。2万袋大米，3天能到吗？能，别说2万袋，您预算够，我就能给您凑。不过您要是捐灾，光有大米不够，矿泉水、方便食品、火腿肠、自生饭、救生艇这些也得备，都要。3天后送到这个仓库。您放心，我保证按时送来。低尖花子墨 remix。一次传这么多，果然吃力。你好，帮我做一条横幅，写救灾物资捐赠点，地址发你，越快越好。这次先送粮，剩下的慢慢来。这么多，这是真粮！将军，全是米，还有面粉。陈将军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梦。赤灵官，暂时不用饿了。多谢沈姑娘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这些粮够咱们撑好一阵了。立刻调人，把粮转入城西大仓，西营全部清空。是。这样至少能解释物资去向，不会轻易被人盯上。接下来3天，等米老板把货送齐，只要这批粮到赤灵，萧兆涵就能专心修墙。将军，前方急报！将军，北蛮王亲率10万兵马，距离赤灵不足50里，旋风骑兵明日便能到城下。终于来了。从前，我们缺水、缺粮、缺兵刃，只能拿命去赌。现在，该轮到北蛮怕了。将军，末将愿死守城门。这一战，我要让北蛮王进得来，退不走。清点完了，大米30万斤，面粉4万斤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粮，够吃1个月了。1个月！我从没想过，有一天能天天吃上白米。以前朝廷送来的军粮，掺沙发霉，还要咱们拿命收官。1个月还不够，不够10万人活下去。将军，若把百姓也算进去，这些粮撑不了太久。播种要等半年，城州中可耕之地太少，只靠眼前这些粮不够。10万人要吃饭，不能只算军种。将军，是沈姑娘的回信。加上百姓的份儿，也能撑好几个月了。申之宁，赤灵欠你的越来越多了。在第一批粮食种出来以前，
城里不会再有人饿死了。这碗饭比命还金贵。沈姑娘大恩，赤颜铭记。传令，全城征兵，凡入军者，每月发大米4斤，面粉1斤，蔬菜2斤。家中老幼登记在册，优先发粥。全军还有粮，我去，我能扛石头，也能上墙。宋铎继续赶制兵器。毛杨伯加3倍人手巡城，但守养楼兽到巡城，发现可疑者先押后审。陈伯、岳清负责征兵。是。其余能动的人，全去修城墙。4万对30万，就算粮够，也不能硬耗。沈姑娘又送吃的了，将军您吃吧。我们在军营已经分过饭了。今日伙房有炒肉和白菜，弟兄们吃的眼睛都红了。带去给孟伯，他年纪大，之前饿坏了身子。将军，去吧。北邙主力距城不过30里，最多3日攻城。城墙未完，兵器只剩一半。热武器对冷兵器根本不是一个层级。国内禁枪，别说买，查这个都容易出事。不行，犯法的路不能走。我进去了，谁给赤岭送物资？枪不行，那还能送什么？防护装备，挡刀、挡剑、减伤，比铁甲轻，也更方便普通新兵穿。沙汉不够，那就先保命，活下来才有反击的机会。将军，说，主城墙已加高3尺，明日可完成主要加固。新兵已征15000，正在分队操练。很好，今晚不停工。是。先锋还有多久？明日午时到城下，北蛮王主力3日后抵达。今夜全军戒备，城外百姓全部撤回关内。是。关门。沈志宁，这一战只能赢。对，2000件最高等级防刺坏甲，2000件防砍背心，500面防爆盾，3天内必须到仓库。女士，我们给您加急安排。越快越好，有这些，至少能让最前排的士兵多一层命。沈小姐，您要的大米、面粉还有救灾物资都备好了，明早开车，后天到仓库。太好了，辛苦你了。您这是做善事，我也算出份力。能护住将士的神医。传令，全军备战！3日后与北蛮决战。赤灵关不会再任人宰割，能挡刀剑的甲衣，这些全是拍照用的道具，真上战场一见就穿。
美女，要刀还是要甲？我们家都是真钢真料。我要能防砍、防刺、防剑的护甲。有，影视剧组常年拿货。别说剧组，你现在拿剑砍给我看。看见没？这质量够硬吧？用你们最重的陌刀砍。陌刀可不是玩具，砍坏了你别嫌难看。我要上万副，你敢试？合格我就买。上万副？先试。行，您等着，我马上安排测试。一间花子墨 remix 出手。似水中月，静谧着镜中花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楼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。您看，真材实料，一般刀剑破不开。现货多少？护甲上千副，压仓好几年了，一直没人要这么多。上千副全要。再敢做3万副，先付定金，今晚现货发车。全要。陌刀有多少？8000把。全要。弩呢？复原秦弩300把，配套箭矢20万支。一起算。成交！我今晚亲自跟车送货。2.2亿，这不是买装备，是烧钱。沈姑娘，可是我又让你为难了。若物资难寻，赤灵愿自行突围，不敢再拖累你。这个人自己快被30万兵围死了，还怕拖累我？若沈姑娘疲累，今日便早些休息。赤轮上下已受你太多恩，刚给你买了军备，1000副会甲，5000把握刀，100把弩和10万支箭，今晚送。平板传过来，我给你下教学视频。枪不行，那就把能买到的冷兵器和方法都给你。一间花子墨 remix 吹沙月莲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静谧着镜中花。他们连像样的鞋都没有。不行，光有刀甲不够，衣服、鞋、袜子也得买。要给4万人配衣鞋，钱还不够。对，还有他们之前摆的东西。先卖一批，换衣服鞋子。他为了赤灵，竟耗费到这种地步。受人恩，不能只之所取。赤灵虽穷，也不能让他一人独撑。沈之宁，我会让这些东西换回赤灵一线生机。将军，您这是？这2柄剑是先祖旧藏，这几画画是赤营名家的真迹。你要送给沈姑娘？她为赤灵耗费太多，这些先做定金，等回将军府库再送金银玉器下去。这剑保存的也太好了。沈姑娘，一直为父你酬谢，是萧某失礼。这些先做定金，明日回府后再将库中金玉尽数送来。
你倒是挺讲规矩，不用急，你上次送来的金银还没花完，现在先顾赤灵。沈姑娘大恩，萧某无以为报。待此战稍定，便让全城百姓为你立祠，岁岁供奉。我不是神，也不需要香火，你们活着就是最好的回报。不可，你救赤灵10万军民，赤灵上下皆敬你如神。这个倔脾气。全军戒备！全军戒备！攻守上墙，混兵列阵。赤灵关，准备应战。对付骑兵的战役，一条都不能漏。这样至少能撑一段时间。兵书与作战经验，正是赤灵急需。沈姑娘，此恩我记下了。不用谢，你们抓紧休息，明天按资料训练。我准备继续放水。水，又来水了！这水横在营前，像一道河。北门骑兵若想冲阵，先要过这条水沟。传令，明日卯时，全军集合，学习陌刀和弩阵用法。是。明天必须去卖谷物，衣服鞋子还没着落。沈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上次那对金耳杯已经上研究，赤灵王朝的史料可能要重写了，这是能补上历史空白的大事，全报你带来的食物。这前文赤灵东宝，背面还有赤灵建造之纹，铜币、铁钱都有，保存太完整了。还有吗？啊，有文字的赤灵木铎，这不是普通文书，这是一封诀别信。写信的人被困赤灵关，临死前留下了最后的话。沈小姐，这3枚钱币和这卷木镯，我们出2个亿，全部收下。可以，越快到账越好。这笔钱能给赤灵关换很多口粮。昨天还说8毛1斤，今天怎么变3毛？我们摘都摘好了，你现在压价不是坑人吗？爱卖不爱，现在市场就这个价。你们这些瓜我全要了，1斤6毛，现结。姑娘，你说真的？真的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今天能装车的，我今天付款。我要10辆大货车，到青一镇瓜田，越快越好。萧兆涵，这次让你们吃点甜的。姑娘，下次还来啊。有货我就收。明天他们要打仗，今晚先把士气提起来。沈之宁说的物资应该快到了，明日就是赤灵生死战。将军，军械库已经清出来了。沈姑娘说今晚会送物资，再清一座大场，专门接吃食，东西一到，立刻清点分发。是。来了。
什么？怎么还会滚？沈小姐送了一座瓜山，是瓜！沈姑娘送瓜来了。里面是甜的。活的，这鸡是活的，以后能下蛋。先把瓜分给今晚守城的弟兄，火鸡交给伙房，别乱宰，能养就养。是。第一批兵器，把旧箱子搬走，地面清干。这么多新刀，好刀！有了这些，赤灵兵不必再拿断刃拼命。将军，这刀比咱们最好的军刀还利，钢口也稳，属下从没见过这样的料。一刀就断了，这要砍在北蛮秦兵身上。北蛮铁骑不是不能破。将军，柜中还落了沈姑娘的信。他连明日都替我们算到了。咱们打了一辈子铁，也没打出过这样的刀。沈姑娘送来的东西是真能救命。轻一些，却比旧铁甲扎实。将军，这盔甲真能挡命。明日优先发给前阵盾兵和城墙攻守。将军，这甲太厉害了，若前排士兵都能穿上，伤亡至少少一半。1000副，不能乱发，先给最危险的位置。将军，小心！放！放！这么远也能中，比咱们的弓远太多了。若布在城墙上，北蛮攻城时，先锋还没靠近，就得先折一批。挑100名臂力稳、眼力准的士兵，今晚学会强弩，明日上城。是。明日，让他们看看赤灵的新兵器。快，全速突进！从这条暗道穿过去，赤灵关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萧昭寒，这次本王倒要看看你还能拿什么手。将军，山塌了！是沈姑娘，一定是沈姑娘出手了，是她救了赤灵。怎么回事？小王，后山暗道塌了，进去的1万人
全被埋在里面了。萧壮寒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赤灵关还有生路。赤灵将士听令，准备迎敌。月清，你带3000强弩兵死守后山洞口，不许敌军踏出半步。木匠领令。其余人，随我镇守正门城门。将军，从前只守正门都要折损大半，如今又多了后山洞口，我们的人手根本不够。若能堵住后山那个洞口，赤灵至少少一处死门。可那洞深的看不见底，除了拿人命去填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将军，不如再问沈姑娘，她既能送水送粮，又能送来神弩，定然有办法封住洞口。对，沈姑娘一定有法子。她送来的强弩，连北蛮厚重皮甲都能穿透，威力极强。糟了，粮食、护甲、兵器还没全部送完。赤灵关现在要是破了，我前面砸进去的钱和东西全白费了。萧兆寒，撑住，我帮你把那条路彻底封死。萧叔，我需要一批正规工程爆破物资，手续按你们流程走，越快越好。萧兆寒，这次给你送个大礼。这是什么法子？那么高的楼，说塌就塌了。将军，若这东西能用在战场上，别说30万北蛮，就是再来几10万，也得被活活埋在山里。多谢沈姑娘赐下破敌之法。宋铎，随我去洞中查看封堵点。月清，你带强弩队守住洞口，只要发现北蛮探路兵，不必犹豫，立刻放箭。木匠领命。将军，洞中暂时没有异常，我们在出口处堆木点火，烟气阻隔视线，北蛮一时不敢强行冲锋。守得好。沈姑娘说得清楚，此物威力极大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触碰。所有人严格听令行事，违者军法处置。是，有了皇将军。这里和图上对不上，往左半步，重新标记。将军，最后一步让我去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北蛮小王下令全面攻城，上万北蛮兵已经冲进山洞了。他们来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。将军，封堵点人员还未完全撤空，所有人立刻退到安全线外，弩队死死压住洞口。一堆破木头也想拦住我们！冲进去，夺下赤灵关！将军，启动了！将军，最后一道封口还没完全确认，让我回去查看。不许回去。可是沈姑娘说过，所有人必须撤到安全距离外，谁都不准拿命冒险。
趴下，全部趴下！山真的被封死了，那条暗道彻底没了，北蛮再也没法绕后偷袭后山了。申志宁，你又救了赤灵一次。回城，正门之外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。赤灵必胜！将军，我们一个人都没辙，就毒死了北蛮上万人。申志宁，我们没辜负你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山怎么会突然塌了？少王，后山密道没了，整条道路尽数坍塌，彻底封死了。冲进去的1万兵马全被埋在了里面，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。再说一遍，才刚开战，本王就折了1万人。萧昭寒，这笔血债，本王定让你100倍偿还！小王，眼下不宜再攻，后山突发异变，全军军心已乱，若是强行攻城，只会徒增惨重损耗。你要本王撤？本刚折损1万精锐，你让我就此咽下这口气？赤灵城墙已然加高加固，我方现存攻城器械根本无法触及城头，正门硬攻受阻，后山后路断绝，继续僵持只会让萧兆涵占尽地利优势，得不偿失。暂且退兵无力驻扎，重新打造攻城器械，待军备齐备，军心稳固，再一举破城，方为上策。退兵！他们退了，但这一仗还没完。将军，他们真的退了。退5里，不代表战事军节。传令斥候，全城紧盯敌军动向，不得间断。是，将军。北蛮已全数退至5里之外，先锋营彻底撤离。赢了，赤灵赢了！痛快，真是痛快！咱们魏哲一兵一卒，就让北蛮白白葬送上万精锐。此刻北蛮小王怕是气得连刀柄都握不稳，他妄图偷袭后山暗道，到头来反倒把自己人全数埋进深山，真是自作自受。这一战当真扬眉吐气。这才只是第一场而已。文字可隔空相传，无需携使往来，当真如同面对面言语一般神奇。沈姑娘若能亲眼得见我赤灵如今士气高昂之景，定然心生宽慰。漂亮，这仗打得太争气了。等着，我给你们安排点好吃的，今晚开庆功宴。沈姑娘出手之物，定然绝非寻常俗物。赤灵将士终于能好好吃一顿庆功饭了。对了，剩下的工程物资先别乱放，找一间空屋单独存着，四周不能有火，也不能让人随便靠近。那东西太危险，一旦出事，附近一大片都会被掀掉。原来这东西危险到这种地步。幸好沈姑娘提醒的及时，方才若是有人好奇乱动，随手触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无需多想，整间屋子乃至整片营房，怕是瞬间就没了。宋驼，立刻带人巡一处废弃院落，封存物资，周遭5里之内不得有一户百姓居住。末将这就去办。调牵兵小队昼夜驻守，轮班值守。无我的亲手令牌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。巡逻值守之事，由我亲自白派安排。此物能救赤灵于绝境，亦能顷刻覆灭赤灵。日后谁敢私自触碰、擅自乱动，军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是。这也太香了！我征战多年，从未闻过如此浓郁霸道的肉香。将军，这定然是沈姑娘为您准备的庆功饭。沈姑娘特意叮嘱，这是给全军将士的庆功宴，今日无需拘束，大家尽管放开吃喝。兄弟们，听见没有？将军发话，今日管够！好吃，这肉也太香了，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打了这么多年仗，
次次都是冷凉硬饼，这是头一回吃上热腾腾的庆功饭。沈之宁，是你让他们重新像个人一样活着了。这也太香了，这种滋味我从前做梦都不敢奢望。每人仅限1瓶，浅尝即可。今夜依旧轮值守城，谁敢贪杯误事，一律按军法严惩。谢将军，谢沈姑娘。够劲儿，这酒入喉，如火顺着喉咙烧遍全身，太过痛快。王卫军中浊酒又酸又涩，难以下咽，与此酒相比，简直如同泥水一般。从今往后，我这条命属于赤灵，属于将军，更属于沈姑娘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将军命我镇守东门，我此生绝不后退半步，死守城关。若不是沈姑娘源源不断送来粮草物资，我家那年幼的孩子根本撑不过前几日的绝境。那段时日，城中粮草断绝，就连树根都快被挖尽。我媳妇儿把碗底仅剩的一点粥全留给孩子，自己饿得连站都站不稳。我家中2个幼女，前些日子饿得奄奄一息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。若无沈姑娘送来的粮食物资，我的2个女儿根本活不到今日。这一杯敬沈芷宁，敬沈姑娘。若没有沈姑娘，我们这些人根本撑不到今日。都是一起扛过生死的弟兄，伤心话留到彻底打赢之后再说。哭什么？眼泪留着日后给溃败的北蛮收尸时再流。沈姑娘为我们送水送粮，赠刀赠弩，护我们性命，助我们守城，我们一定能好好打回去。他日无论家中有爹娘妻儿，全员风风光光归家团圆。今日我在此立誓，只要萧兆涵剩存一口气，必誓死守住赤灵，待全员弟兄活着回城，与家人团聚。沈姑娘的攻城物资封过后山暗道，强弩固守城防，粮水源源不断接济。北蛮并非不可战胜，我们更绝非坐以待毙。不退北蛮，誓不罢休。还挺会鼓舞志士。傻小子，我们这里的月亮可是圆的。少年将军，好喝就行。其实我一直有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，把可乐送给你，也算替我圆了半个梦。沈之宁，你的梦究竟是什么？我小时候总想着，要是能把世界地图送到始皇帝手里，让他知道天地不止9州，海的尽头还有别的大陆，那该多有意思。 24岁，便已不在人世。沈小姐，您要的300万斤粮食已经全部入仓，数量我这边反复核对无误，您要不要再亲自清点一遍？不用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尾款我现在转。行，沈小姐，我马上带队发车过去。月清。 沈姑娘再度天降元首，救了我们整个赤岭。沈之宁，这份恩情，赤灵上下永世铭记。沈之宁说会送来，他便一定会送来。将军，卢怀将军与朝廷双双送来密报。卢怀将军传令，
若要他出兵侧翼牵制北蛮，需我方拨破200万斤粮草，外加可炸他山洞的神威炸物。扫减赤灵身陷绝境求援，他冷眼旁观，置之不理，那就自私之极。听旨一令，我们绝不可满手中。至于赤灵存亡，将士生死，密报一字未提。粮草刚入关，所有人便记起赤灵了，何其讽刺！粮草入仓尚且不久，关内存粮消息已然外泄至卢怀与朝廷，军中细作，藏在众人之间。将军，军中定有内奸。即刻封锁粮仓，除我亲手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半步。沈姑娘又送物资来了。形制像食盒，却和军中制式食盒全然不同。盒面会有米饭肉食，应当是吃食。此物为行军专用热食，严格依照外包面说明操作，严禁私自拆解内部构件。冒热气了，真的加热了，无需造火新柴便可做热餐，太过神奇。鲜香入味，米饭软糯，肉块醇厚，远胜军营大锅糙饭。行军安营不可明火起药，极易暴露行踪。有此物，兵士随时能吃热食，完全适配战士行军。夜袭，长途急行军携带此物，弟兄们再也不用啃风干冷硬干粮。有热食补给，长途奔袭，战力体能都能稳住。速食物资单独借当入库，专人值守看管。后续行军夜战，优先配发斥候与前锋兵士。是。方便面、火腿肠对半分发，一半补给军营兵士，一半下放城中百姓。老弱妇孺、伤病将士优先领取。末将即刻统筹分发速食。将军，沈姑娘后续会运送大批布匹，专为全军缝制新军服。布匹到货，我们终于能换新衣了。这身衣服缝补无数次，衣袖早已残缺，我终于能穿上完整新衣了。将军，我家中院落空旷，厢房充足，若布匹现无库房存放，可存放我院中，有我妻子日夜看赶，分毫不少。准。调拨2队牵兵驻防院落，物资出逐一登记在册，严防失窃外泄。将军，沈姑娘传话，粮商米老板3日之内再普送100万斤粮草入关，让我们提前备好100万斤容量专用粮仓。新增100万斤粮草，叠加现有300万斤，关内共计400万斤存粮。他从来都不想赤灵境内任何人再受饥饿之苦。沈姑娘大恩，赤灵军民永世铭记。将军，卢怀密报附带情报，今年周边所有诸侯国全境大旱，田地干裂，粮食近乎绝收。赤灵屯粮之事一旦外流，基于粮草的不止北蛮，周边诸国都会举兵进犯。传令全军即刻提收战备等级，迁关、粮仓、物资库房3重区域加派重兵值守。关内粮草存量，严禁任何人对外泄露。私售关内粮草情报者，一律按通敌叛国重罪论处，绝不姑息。是。赤灵所用粮草富足之地，要攻破关整个北域，尽数听命于我。将军，此处院落空间充足，若储物不够，我即刻清空隔壁私家花园，一并征用。此地足够，地处僻静，不易招人窥探，刚好用来存放布匹物资。将军，请用茶。不必麻烦，临时征用宅带，赤灵亏欠府上人情。将军言重，能为守城军务出力，是府上全家荣幸。布匹送达之后，即刻封院，重兵值守看管。岳夫人，今日有一事，想要托付于你。这把海量布匹竟全数送来，面料细腻紧实，质地远胜京城进贡官府贡布。布料耐磨柔软，缝制军绿衣物再合适不过。这批布粒专供全军缝制新军服，我想托付夫人，召集城中巧手女子，批量改制成衣。将军信任托付，民妇满心感激。
只是我一介妇人牵头统筹成女工，恐城中闲杂人等非议闲。何须在意流言？将军信任便是底气。赤灵战火围城至此，没人敢妄加非议。凡自愿前来做工女子，每日供给2餐热食，每月额外发放3斤大米。做工精良、成衣量大者，额外叠加2米奖赏。有热食饱腹，有2米养家，城内妇女定会争相前来做工。军夫既要缝制训材，也要做工扎实耐磨，此事全权托付夫人。将军放心，3日之内，我召集全城所有针线跑手，绝不耽误军务。关内有粮，身上有衣，手中有军械，赤灵终于要活过来了。不是勉强活过来，是堂堂正正站起来。入城缝制军服女工，月发3斤米、1斤鲜菜、1份食盐，按劳取酬。成衣保质保量，工期超前，另行追加2米奖赏。将军放心，民妇必统筹妥当，绝不让将士再穿破甲烂衣，束手城关。这批只是首批面料，后续布匹会持续送达。你自留几批，给家中老小缝制新衣。万万不可，布匹专属军用，家属绝不能私取分毫。将军，这是岳家全部私产积蓄。沈姑娘数次保全赤灵，救下岳家满门，我夫妻无以为报，恳请将军代为移送，聊表谢意。2位心意赤诚，他定会知晓。这份心意，他理定收下。竟真的可以跨时空送到沈姑娘手中。我们送礼，沈姑娘反倒要回礼。这种薄脆片状物体，此物专为去苗藤所用，也是吃食。本来送客人原必立刻书本京城商号读书识字，每装衣物赠与岳夫人，自行分配即可。沈姑娘心思细腻，连家中子弟读书求学都一一顾及周全。听闻院内运来大批新军布匹，不知真假。但愿属实。这身战衣破旧不堪，早已遮不住风寒。让我们看一看新军布料放在何处。不必拥挤争抢，关内兵士人人有份。总算能换新衣了。这身旧衣日新月类，气味难闻，连我自己都嫌弃。布面自带清香，全然没有粗麻布的腥涩味。这匹布赠与你，你长叹赤灵荒寒无春，这匹桃花布算是圆你心愿。多谢将军体恤。沈姑娘真心善待关内每一人，从今往后，弟兄们不必裹破烂麻衣熬过寒冬。边关急报，外邦密信送达城关。将军。南齐王岳宏遣使送来亲笔密信。早前赤灵被北蛮围困，南齐冷眼皇冠，如今突然递信，定然不怀好意。将军，信中所言何事？岳宏劝我率赤灵全军归顺南齐麾下，他传信施压，朝廷忌惮我兵权过重，已将我长兄打入天牢。只要我归降南齐，南齐国主许我高官实权，全盘收编赤灵守军。痴心妄想，绝境支持南齐隔岸观火。如今见我们粮草充足，军械善备，便想来吞并赤灵军民粮草，坐收渔利。我们死守边关，血战北蛮，南齐全程袖手旁观，得力之时放图纷纷赤灵，绝无可能。赤灵军世代戍守北境，绝不做诸国交易筹码，誓死不降南齐。南齐想要疆土，朝廷想要粮草，北蛮想要城关。现如今赤灵关成了各方觊觎的肥肉。将军，眼下如何应对？回信岳宏，赤灵不降，不归不从。但凡想拿捏赤灵，算计问过我手中长刀，可否应许？赤灵全军世代戍守大齐北境边关，我绝不会带麾下将士归勋南齐。既然不降，直接回信回绝岳宏即可。不止回绝这么简单，将军另有谋划。你执笔替我回信岳宏。将军吩咐，末将落笔。转告岳宏，若他有心归顺，赤灵愿意接纳。将军，您要接纳岳宏归降？他手握南齐20万边军，让他带兵全员投陈赤灵。赤灵定归，麾下兵士月配6斤大米、3斤面粉、食用油1桶、食盐1包。他带多少兵来，我便收留多少人，供给一概足额兑现。好计策，绝妙之计。岳宏妄图招降将军吞并赤灵，反倒被将军反向吸纳麾下兵力。岳宏见信，必定气急攻心。他一心想赤灵残居红利，谁才有底气养重兵，守一方？谋划尚未结束，
再加你一份声兵告示，派人张贴至楚国边境要道。张贴至楚国边境，此举一易引发列国猜忌。没错，全境关外张贴。告示明文写明，赤陵全域征兵，入伍青壮月饷足额粮油盐配给，派发制式新军服。家中老弱坚属可登记建档，按月生领救济口粮。列国今年大旱绝收，百姓流离饥寒交迫，这份待遇一出，关外流民青壮定会争相奔赴赤陵。将军，涌入人口数量难控，城关粮草居所能否承载安置？关内粮草充盈，布匹充足，军械完备。与其坐等列国联手进犯掠夺，不如主动接纳关外可用人力。只要恪守赤陵法度，赤陵便保所有人温饱活命。此计一出，南齐北蛮周边列国尽数都会心神不安。诸国皆觊觎赤陵存粮，想拿捏我们求生活命。但赤陵粮草从不是用来俯首乞和、任人宰割的筹码，粮草用来练兵守城，立赤陵威严。末将即刻调拨快马，出关张贴告示。我亲自挑选精锐牵兵护送，务必将告示贴在楚境最醒目关口。切记，只张贴布告，严守分寸，绝不主动与楚军滋生冲突。末将谨记军令。从今往后，不再是列国挑选赤陵，而是赤陵择天下可用之人，护北境一方山河。